你个狗东西！朗方，别冲动。老板，这种老王八蛋，难道还要留他一条狗命？公明也顾不得痛苦了，赶紧求饶。三金，我错了，都是商力唆使我这么干的。看在我是你老丈人的份上，你饶我一命吧。放心，我怎么能让紫苑没了爸爸呢？啊，对，紫苑可不能没有爹啊。没多久，三金赶到了郊区的一处农家小院。我老婆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我们来得很及时。公子苑没被那群人碰到一下，现在已经被送医院去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比起公子苑，你才是那个需要被抢救的吧？唉，等你老婆醒了，知道你为了救她牺牲这么多，还不得哭死啊！不要告诉他，封锁一切相关的新闻和线索。我不想他知道自己父亲居然会如此歹毒。我没问题，就是公明这边。公明我来处理。说着，三金递给江鹏月一张8000亿的支票。商战和这次的救援，多谢你的情报支援了。这是你之前投在我这里的资金，连本带利都在里面。这钱可太好赚了，以后有这好事，千万别忘了叫上我。江鹏月卖情报这么多年，一共才赚了几千亿，而投资三金，不到1个月就翻了1倍还多。之前绑架紫苑的那群歹徒，你能找到吗？已经找到了，不过之前你不是在视频里说要放过他们吗？感动我老婆，必须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，要不然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明白了，明天他们会被丢到国外最穷凶极恶的监狱里，我会找人把这些人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冷风，扶我进去。房间内，公明鼻青脸肿的被绑在墙角。三金，我的好女婿，之前是我一时糊涂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愿意用后半生来赎罪。恕你妈，你他妈也配当父亲？老板，我知道你不想让老板娘失去父亲，但是就这么轻饶了他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他再怎么说也是紫苑的父亲。爸，别怕哈，你好好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商力指使我这么干的，他还说我要不这么干就杀了我。可是刚刚商力让你停手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公明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。爸，你再想想，你最近有没有精神不太正常什么的？毕竟正常人可干不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。我想起来了，最近我精神状态特别不稳定，应该是得了失心疯了。哎，是失心疯。三金，你可不能跟我一个精神病一般见识哈。三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就说嘛，不是精神病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？大家伙都听到了哈，公明得了精神病，很严重的失心疯，有非常严重的害人倾向。就在这时，几名医生走了进来。金总，病人在哪？就是他，我爸得了很严重的失心疯，拜托您一定要好好治疗。金总放心，像这种病人，我们一定会加大电击，不是加大剂量进行治疗。来人，把龚先生带走，在重度精神病区安排一间单间。我没病，我没精神病，你们放开我，你才有病呢。我爸说他没病怎么办？精神病患者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的，他这是非常典型的躁狂和暴力倾向的表现。有这种表现的精神病，已经不再适合进行社会活动了，会伤害到他人的。放开我，我没病。三金，你个王八蛋，你陷害我。很快，公明被绑在了精神病院的病床上。我没病，你们放开我。你没病？那我问你，绑架亲生女儿，还找那些恶心的人侮辱她，拍视频这事是你故意的喽？这时，一名身着警服的人走了过来。不是故意的，我得了失心疯。我就说嘛，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怎么能干出那种事？大夫，我爸还有救吗？需要安乐死吗？我不想他太痛苦的活着。我知道他现在一定为他犯病时做过的事情感到很自责。还没到那种程度，不过龚先生的失心疯非常严重，不加以治疗的话，他犯病了一定会伤人，甚至可能会杀人、强奸母猪。反正你能想到的最丧心病狂的事，失心疯患者都能做出来。那该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根治？花多少钱都行。我不想我爸以后犯病了往人家猪圈跑，我看不得那么可爱的母猪受到伤害。根治的办法不是没有，只是比较极端。是什么办法？需要拿电钻在龚明先生的脑袋上开一个洞，切除与暴力倾向相关部分的无用组织，这样龚先生的失心疯就算不能彻底痊愈，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暴力问题。只不过这个手术危险性很大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，变成傻子。动这个手术需要家人签免责协议，否则我们没办法进行手术。公明一听，彻底被吓傻了。我没病，我不要动手术，他签字没用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给我开颅。我爸又犯病了，这种情况看来只能签字了。不过手术之前，我想跟他单独聊聊。免责协议签好了，房间里只剩下三金与公明二人。公明，你对紫苑做的事，他都不知道。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，全都被安顿好了，就剩下你了。三金，你放了我好吗？你去找流浪汉的那一刻，有没有想过放过紫苑？公明怨毒地盯着三金，他知道今天逃不掉了。三金，你躲我龚氏集团，抢走我的女儿，害我老婆跟我离婚，还把我踹到江北自生自灭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公明，从始至终，你都不认为你有半点错。
你就是这么一个永远不会自我反思、自私自利到极点的混蛋。我早该想到了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上一世你为了宫氏集团逼迫紫苑嫁到楚家，害死了她。我本以为我在重生之后能改变你的性格，没想到这一世你还是为了宫氏集团，害得紫苑差点被侮辱而死。公明一脸的震惊，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。什么上一世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。其实我是一名重生者，并且我有超忆症，能够过目不忘，未来发生的种种大事都在我脑子里记着，所以我才能在股市、期货市场、古玩界战无不胜。那是因为我已经提前知道了答案，又怎么会输呢？公明彻底石化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三金。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。三金先生，手术准备好了，您还有多久疗完？已经聊完了。公明，祝你好运，我和紫苑会回来看你的。三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冷风也没闲着。此刻商力已经被折磨得快要精神错乱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是商家继承人，未来元老阁的受阁主，你要敢动我一下，我们商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商家，元老阁，从此以后世上只有鸿蒙会，再无元老阁。三金，你不得好死！很好，还能叫得这么欢，说明你啥事没有啊？冷风，找几个腿上功夫厉害的，给商公子按摩按摩。凄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王府。老板昏过去了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商家肯定是要断子绝孙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太便宜他了，要不要？不行，这次灭了元老阁，咱们已经把大半个大夏商圈的人都给得罪了。商力可以打骂，但绝对不能死在咱们这。真是便宜这个傻叉了。现在商家破产，元老阁没了，基金会断绝了跟商力的来往，元老阁的成员又恨透了商家。我倒是觉得让商少继续活下去，才更加的有趣。三金的话让冷风不由打了个冷战。狠还是老板你狠啊？送商少回府吧。隔天，帝都某三甲医院的 VIP 病房内，三金看着病床上的公子苑，既心疼又庆幸。冷风，拜托你一件事。老板，咱们什么关系？有事尽管吩咐。紫苑发生这件事，红星的保镖们工作确实做到位了，但因为他们都是大老爷们，所以还是存在很多漏洞。老板，您是想？我想给紫苑找个女保镖，贴身保护她。你那边有没有熟悉的女特种战士？当然有了，我曾经的一名战友，他的功夫就很不错，一个能打2个普通的红星保镖，跟我对战，能10个回合不落下风，100个回合不落败。我退役之后，他就被调到了火凤凰大队那边去当大队长了，现在就在帝都任职。如果是我开口的话，他肯定会帮这个忙的。行，等过2天约他出来吃个饭。这时，病床上的公子苑醒了过来，头好晕啊！三金哥，我怎么在病房里啊？我爸呢？你昨天喝醉了，轻微酒精中毒，昏了过去。是吗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肯定是喝断片了呗。奇怪，我记得昏迷之前好像是跟我爸在一起。我爸呢？老婆，咱爸的情况可能不太好。我爸怎么了？咱爸突然失心疯发作，伤了不少人，昨天送到精神病院做了开颅手术，可能有点副作用。帝都精神病医院，公明眼神呆滞地坐在床上，俨然一副智障的样子。活该，真是天道好轮回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你女儿啊！天塌了，地陷了，小花狗不见了。病人需要静养，你们还是早点走吧。大夫，我爸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失心疯这种病本来就很难治，再加上是开颅手术，难免有点副作用。紫苑，你不知道，你爸在你昏迷的时候失心疯发作，害了多少人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看就挺好，他也挺开心的，啥心思都没了，吃喝拉撒都有人照顾。唉，或许什么心思都没有，对我爸来说会更幸福一点。另外一边，商力一脸痛苦地躺在病床上。爷爷啊，你可害惨我了！我让你把跟踪器交出去，你为什么不交啊？不是你说的，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把跟踪器交出去，这是我们翻身的唯一筹码吗？我以为你是在演戏，谁知道你……爷爷，我被三金给废了，以后都不可能生孩子了，你以后也不可能有孙子了，咱们商家要绝后了。三金你个王八蛋，让我们商家断子绝孙，你好狠的心！爷爷，我要报仇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！现在商家已经破产了，元老阁明天就要跟鸿蒙会办交接仪式，基金会的人跟咱们断绝了联系，丽眼，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。三金今天平仓之后，身价恐怕要超过10万亿，正式成为东方第一首富了。现在我们连报复三金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商力面如死灰，心中一阵绝望。不过我们没办法报复三金，但是可以找别人帮忙。商力立刻眼前一亮，什么人能帮咱们？我父亲对5老星之一的天王星有恩，现在是时候用这个人情，让他出手帮我们对付三金了。